好像狗哦。 九重梦大吊桥长390米，位于日本大分县，开通于2006年，直到2016年之前都是日本最长的人行吊桥。可惜记录就是被用来打破的。目前日本最长的人行吊桥是位于静冈县的三岛步行桥，比九重梦长10米而已。据导游介绍，九重梦吊桥的提议发生在其建成的50年前。 1956年，由一位在地的村民提出，这个超前的为发展当地旅游的提议，被当时的其他人认为在做梦。没想到时隔50年，梦终于成真了，并且开通后时至今日，累积的游客数量已经有1000万人次。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 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亲子出游的影片。我的梦想是成为100万 YouTuber， 在50年之后。据说桥面上可见到被列入日本瀑布百选的震动瀑布及酒醉溪溪谷景色，因为导游随车不随景。 所以，虽然现场有看到瀑布，但是后续通过查资料才得知，这2条瀑布竟有雌雄之分，其中右边的是雄瀑布，而左边的是雌瀑布。但酒醉溪就无从得知是桥下森林景观的何处了。哪怕是日本第2，其实也就3-5分钟路程，穿过吊桥的出口。 需要保留入场票才能回来时再次通过。再往上走，据说有个视野很好的百鸟神社，但是看看拖家带口，时间有限，只能稍作停留后就往回走了。说实话，这个季节只是单色葱绿的群山有些乏味。在写这部游记时，查阅到别人犹如调色盘般的秋季同地点照片后。 觉得去了一个假的九重梦大桥，不过呢，小朋友哪管这些，跑得开心就好。跑在你前面，跑跑跑 ，Ready go！ 好，妹妹到前面。 爸爸抱你，你要谢谢爸爸啊，亲亲爸爸，对不对？来亲亲，那爸爸不抱你了啊？你下来好不好？啊？还是啊？你要爸爸抱吗？爸爸抱，那你要亲亲爸爸。来，亲亲爸爸，亲亲爸爸。当日行程的第2站，阿苏大关峰展望台。好了，看完走人。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阿苏农场的动物乐园。这只圆圆的家伙，查阅资料后得知是河狸，常常会和水獭及海獭傻傻分不清。而后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小小可可爱爱的松鼠猴，成了小朋友的恐怖回忆。他们的笼子外面有个100元贩售饲料食物的机器，出来的扭蛋里是活生生的面包虫。于是就怎么办？要怎么喂它？怎么你他女儿敢吗？不是打开就拿着那个半个勇敢的女孩是吗？对啊，拿给他，然后放这里来哦，动物课，那个放这里啊，面包虫啊，它会跳出
喂，张杰，啊，你要他，张杰你，他敢，谁先帮我拿着？小吴你要他从这里动。好，张杰你倒下去给他们哦。对，你不要给他抓到，不要给他咬到。妈，你干了！怎么会？我不会，倒在那个下面是不是？你的手小心，不要！我捡。其实这个园区还是很好玩的，像这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叫兔豚属的神奇动物，以及进门处就看到的圆滚滚的河狸。这里的动物基本上全是放养的，也就是游客都可以任意靠近它们，触摸它们，完全不用担心会被攻击。可惜被松鼠猴吓哭之后，这个小姑娘就完全不敢重返地球了，全程长在我身上。不怕，哥哥你看，哥哥就不怕。他没有看到，你要问他。他要吃胡萝卜的吗？他吃胡萝卜的吗？他要吃胡萝卜吗？还有不知道。你要叫他。不能放地上。你喂兔子吧，它有很多吃的。不要怕，你看兔子是它喂它吃。看着圆滚滚的河狸，准备回家进食，我们第一天的行程也接近尾声了。这一晚要入住的是阿苏农场度假中心。顾名思义，度假中心会有很多附属放松度假的设施，像是温泉啊，非常大的亲子游乐公园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在包子造型的房间匆匆一宿就要离开了。草千里算是阿苏非常热门的景点之一，置身其中确实心旷神怡，和我们台北最靠北的北投擎天岗有得一拼，开玩笑啦。当日如果不是太阳直晒的话，草原中央的湖泊一定非常漂亮。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前往观看阿苏火山博物馆，或者去到稍远一些的阿苏火山中岳观看冒烟的火山口。旁边可以供游客骑乘的高头大马都还在吃早餐，没有上班。这样看来，我们作为观光客如此早的出现在这里，实在比牛马都要辛苦。这里的草千里咖啡厅算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咖啡店了，小朋友在这里冰淇淋吃得无比欢乐。九州动物园是日本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园内有70多个品种，1400多只动物，包括北美野牛、熊、狮子、猎豹、大象、骆驼、犀牛与长颈鹿等大型动物。在它的外围和六福村很像，有一些水豚、小马、小猫、小狗等温和可触摸动物。我们到达九州动物园的时间大概是12点。接着导游说，我们的游园车是下午3点40，因为九州动物园的门票可以提前买，但是游园车一定需要到现场才能预约。于是熬过包括午餐在内的3小时之后，终于开始了我们期待的 Africa Safari， 与非洲大草原探索野生动物一样的游园。从外面看，游园车都是很酷的动物造型，而从里面看就像关进了牢笼。上车前每3个人能领到1盒餐食，
当然，这不是你的游园下午茶，而是要你扮演一个外送人员的角色，给饥肠辘辘的动物送去小点心。所以上车后千万要注意，手不能靠近铁窗，需要用铁钳喂食。他怎么没有剪刀？不用剪刀，你以为喂妹妹啊？这边呢？这是啊，他会给的啦。妈妈，离开人类社会了。哦，来了来了来了。哦，来了来了。哦，来了。什么？他先喂这个。啊，抱。妈，你喂啊，这边。啊，不用抱啊。哦，他们在拿脚在顶啊，好像一群丧尸啊！哦，开始脚伸进来。后面还有不要一次喂完，你喂一个他。等一下，我帮你一下。好的。这只羊好可怜哦，哦，它只有一只脚。只有一只脚哎。我们给这一只小羊好不好？哦，黑熊。哦，这个也有。熊子吃这个。熊吃什么？吃这个小饼干。过来，哎，没有。熊。我还有自己开车进来的。小熊这里。懒得动，怕它了。没有，你伸出。熊。还有别的。哦，超近哎！小心啊！这里有。哦，来了。好像狗哦。这边。我还在舔那个。阿俊，你要试试。哦，跳上来了。阿俊，你要试试看。不用，我开。妈，你再给我呀。妹妹会怕。好，不要这个。没有了，我们没有了。再见。拜拜。妹妹会怕的。拜拜。狮子保护我们呀，对不对？我们家是不是有狮子？再低一点。姐姐两个什么？你有没有要吃？大象哎，小象哎，比起长太阳吃胡萝卜了。哦，没想到。再见。哦。还有一个。等一下，我们吃长一点，看他能多久。
抢东西了！哦，这是大象，哦，这是大象。哦，小心没有了，没有了，快放下来！没有，它鼻子来了。哎，不给你，不给你。哦，小大象要赶走它，大象来了。哦，别把它们大象生气了，大象这个不能吃。没有你的，哎呦，你看它的睫毛，不会，大象没事。它喷气了，对不对？看它生气。整体对九州动物园很有好感，唯一想要挑个刺的是，园区有故意把动物休息的建筑盖得很小，让动物大部分时间暴露在外，以便更好地接待游客的嫌疑。这是从长颈鹿休息处看出来的，但不能确定是不是故意为之。长颈鹿，你要转过来看。对呀，好高哦。你看看它的尾巴，上面也有毛哦，毛还卷卷的。它身上花纹是不是很漂亮？不可以出去哦，他说不可以出去。要在这里接待游客哦。躲在水里。ほら今立った。でも池の中にもう一匹。池の中に。对。巧虎啊，巧虎，拜拜。没关系，哦，追着你了，追着你了！哦，骆驼好疯啊！哦，骆驼好疯啊！阿妈喂，骆驼好疯啊！我口水哦。你看驼峰，两个驼峰。骆驼最开心了，可以吃那么多，难怪它可以纯进驼峰。骆驼有没有很高？啊！当晚住在别府，是一处很不错的温泉酒店，餐厅居然还准备了宝宝辅食及玩具，大好评。这个是小婴儿玩的，你还要玩？这没有。天知道那天为了哄他们穿上死都不肯穿的日式浴袍，以及为了泡温泉遮盖了一整条手臂刺青的过程有多辛劳。这个季节的精灵湖，周围也没有秋叶的金色，湖面也没有粼粼波光。穿过精灵湖，我们并没有按原路直接返回主商业街，而是往湖后方一片乡间小路走去，离开商业街的嘈杂，享受了一刻僻静。可惜小孩子含泪的不断吵闹，以及果果害怕迷路赶不回集合点的焦躁，没走多久，跟着导航又回到了主商业街。主商业街有一家非常出名的 Snoopy 主题茶屋，进去一看后，里面商品价格高得离谱，倒是外形还蛮漂亮的。主商业街还有一家人气很旺的猫头鹰之森，里面都是哈利波特魔法主题的小型商店，也有一些小动物的喂食，很适合拍照和带小朋友玩。打架了，你一直给它吃啊？你不要怕，它咬不到你。一人一个，对不对？
没有了，好，杯子放回去，手喷喷。这一片区域就是邮部院。来之前经常看到邮部院和汤部院，以为是2个不同的地方。后来听解释才知道，从前这一带分成邮部院与汤平2个町，后来2町合并而成为汤部院，且因为日语发音的关系，其实这2院就是一个院。现在基本上都以邮部院相称。看来邮部院院民也和云南人民一样爱吃菌子，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误食有毒菌，成为孤勇者。仔细一看，价钱还不便宜，不过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匆匆赶路，我们又要前往邮部院站，搭乘凝缩了邮部院魅力的邮部院之森号火车。车站外面有许多人在拍照，回头一看，一条笔直的道路直接正对邮部院山脉，非常漂亮。可惜的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没办法好好逛逛。车站站厅不大，貌似只有1个服务窗口，其他都是通过自助换钱、自助买票、自助看线路解决，小而精致。没过多久就要检票上车了，此行真的还挺辛苦的，拖儿带女行动不便。本以为跟团游会比较轻松，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撒尿，经历过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当初自己想法太天真了，小孩子根本就是上车哭闹，下车睡觉。自由行可以根据小孩的生活规律安排行程，下午该睡觉的时候就规划到可以有休息的地方，或者中午吃饭时间拉长，让他们在餐厅多休息一下。跟团则完全做不到这些，说停就停，说走就走，搞得大人在车上要安抚小孩，没办法好好休息。下车或推婴儿车，或抱抱，也要跟着行程一路疾走，而很难玩得尽兴，实在辛苦。看，我们各带1个小孩，阿嬷就要扛着4人份列车便当，跟着年轻人赶路。幸好阿嬷平时都有在运动，体力很 OK。来看看邮部院之森的列车便当是怎么样的吧。倒是感觉比台铁便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因为是跟团行程里安排的，单价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森林列车不负其盛名，无论是列车造型、车内布置还是窗外风景都非常漂亮。无奈孩子到了睡点，看不多久就拉上窗帘，全程睡觉了。下车后匆匆一瞥，日田车站外进击的巨人里兵长的铜像，原来此处就是作者剑山创的老家。继续匆匆赶路，一下子就来到了福冈海之中道海洋世界。其实它只是海之中道河滨公园的一小部分，而整个河滨公园包括好几处大型儿童游玩区域、花卉观赏区、动物乐园等等，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游玩一整天。入口处就有一条我第一次见到的奇怪鲨鱼，以为是核辐射变异的，走近一看，查了一下，发现叫做巨口鲨。全球累积捕获到的记录只有226条，而其中的146条竟然都是在台湾花东外海，是相当稀有的鲨鱼品种。2021年6月，有一条在花莲外海被捕后放回大海，是自2020年颁布禁捕条例后第一条获益的巨口鲨。由于跟团的时间不自由，到达的时候刚好结束了一场海豚表演，而行程安排也无法观看到下一场，心里默念之后到花莲远雄海洋公园观看吧。虽然本人很抵触海豚表演。这是我去过的现场人数最多的水族馆了，没有之一，甚至比上海所去过的水族馆人都多，游幸大减。
跟他说你好，嗨，对看看。你看它会缩进去，你看这里，它会再跑出来哦。不要怕。时而要顾及大的上厕所，时而要顾及小的换尿布，且时间有限制，所以匆匆一过。唯一的记忆点就是女儿撒娇买包包的经过了。可惜的是，第二天新买的包包就被她提在手中把玩的时候不见了。你要买哪一个？你要买吗？要吗？你要爸爸帮你买吗？要不要？你亲亲爸爸，爸爸帮你买好不好？不要啊，那不买了好不好？你要亲亲爸爸，亲亲爸爸，要爸爸帮你买好不好？行程的最后一个白天，自由活动，踏着福冈干净的街道，看着整洁的建筑，心情还挺好的，尤其是有宽阔的人行道。我们的目标是福冈最大的商区天神地下街。几年前来过一次，记得是一个蛮好逛，又好吃，还适合带小孩走走的地方。结果这次完全没什么闲心买和吃，稍作停留，小孩都会闹。在这里分别看到了贡茶和春水堂，很乐于见到好喝的奶茶被推广到全世界，让地球人都爱上喝奶茶的情景。穿出天神地下街，来到新天町，发现一条充满电玩店铺的路，真是难为父母了。不远千里来到福冈，也只能带孩子去台湾随处可见的夹娃娃店内打发时间。当然，大人也很爱玩。新天町是1946年就创业的传统商业街。处处可见令人怀念的昭和复古风情，是当地人仍在此频繁活动的历史商业街，有许多回转寿司、连锁素食、书店、唱片店和服装店。还有一处小朋友走的都不想离开的钢琴楼梯。和非常好打发时间、安静观看的整点音乐钟塔。在钟塔的音乐中，本次行程就要进入尾声了。回顾一下，整个九州和台湾面积接近，而我们的行程相当于用4天时间环岛。说环岛有些不恰当，但基本上都在来回车程中把九州几处热门景点赶完，所以每处都只能行色匆匆，浅尝即止。季节也不甚好，气温偏高的9月初，山间景色也略显单一。结束行程返回台湾，在写这篇游记时查阅的每一处景点介绍，都让我觉得去了一个假的九州。不过九州的那些山那些景，倒是让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或许时隔几年，等孩子再大一些，一定会再度重游的。